从小呵护我长大的姐姐居然也是女主，在听到我的心声后，知道她将来会联合主角将宋家搞破产，宋婉柔就恨未来的自己，恨那个不知所谓的男主晨曦。她越想越伤心，心里暗暗想着极端的方法以求我原谅，甚至当晚她就强行把我扑倒。此时我埋头吃饭也懒得看她，吃完便径直上了2楼的钢琴室。现在当务之急是自保，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现在我和晨曦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升级了，我可能已经处于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也不清楚那孙子现在已经勾搭上了几个女主。当下最重要的是要发展我的势力，打造属于自己的商业和权势帝国，当然还要提升自己的个人武力。但就目前而言，最快的办法还是从艺术类下手，借助快抖短视频推广打造我的才子人设。我坐在钢琴双手轻抚，开始新一轮的练习。房间里闷声哭泣的宋婉柔听见琴音，情不自禁地露出来一个微笑。尽管我始终不待见她，但是在看见我越来越好之后，她还是感觉很开心，心里的愧疚也能少上一些。小莫，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姐姐的心意的，姐姐只会疼你。晚上我给唯一相熟的夏柔同学发了个消息，想找些会剪辑和短视频拍摄的人。夏柔告诉我她会一点剪辑，但她有一个新媒体传播专业的学姐，对摄影和剪辑都很有研究。我约了他们会面谈一谈做视频的事情，借助快抖短视频快速提高知名度。我本身禁欲系天花板的颜值，堪称完美的身材，再加上神乎其技的钢琴表演，不出意外我会成为80亿网友的偶像白月光，想不火都难。下午上完课，我来到学校咖啡厅等待夏柔和她的学姐。很快夏柔和一个戴着白色遮阳帽的女生向我走来，夏柔身上套着一件白色带着爱心的 T 恤，胸口鼓鼓囊囊却并不擦边，鹅蛋脸上笑的时候有小酒窝，给人一种青春洋溢的感觉。她身边的那位学姐则是完全休闲的打扮，腰上挎着一个摄影机，面容比较清冷，两个人在面容上起码有着5分相似。夏柔高兴地介绍道，这位就是魔都大学的传奇摄影师夏雨小姐，她在快抖上有一个20万粉丝的摄影账号，最重要的身份是她还是我的老姐哦。我露出一个微笑，夏雨学姐，很高兴能和你见面，我邀请你们来是想邀请你们帮我运营我的个人账号。我把计划跟他们说完，基础工资每月1万可以吗？夏雨没有过多考虑就答应了。在看见我的第一眼，她就产生要给我摄影的冲动，当即带着我们来到学校琴房，今天先帮我拍摄一组视频发到快抖短视频上，看看反响如何。夏柔有些正神，你还会弹钢琴？会一点。我微微一笑，打开学校钢琴室的大门，这个时间段没人，正好适合我拍摄短视频。夏雨拿出随身携带的拍摄装备，我换上一身合体的西装，表情冷淡坐在钢琴凳上，修长的双指在琴键之上翩翩起舞。夏柔站在远处痴痴地看着，夏雨则是专心的拍摄，她没有想到我的钢琴技巧竟然这么好。一曲终了，我站起来对着摄像机展颜一笑，微微鞠躬。不出所料，摄影的效果很好，夏雨确实是有水平的。西装笔挺的我出现在画面之中，禁欲系的脸蛋高冷的像是一座冰山，黑亮的眼睛灿若星辰，从容不迫的钢琴演奏能够让人的心思都宁静下来。夏柔眼睛眯成弯月，化身花痴。宋墨，你实在是太帅了，我互联网上的那些小姐妹们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细糠？只要发到网上去肯定能火。夏雨也微微颔首，等到剪辑之后成片的效果会更好。今天晚上我加班将这个视频给剪出来，到时候是发给你还是怎么样？直接发给夏柔吧，她是全权负责我的账号的。夏雨负责摄影和剪辑，夏柔负责我快抖账号的运营，而我则是提供资金。对了，夏柔，这张银行卡你收下。我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夏柔，这是我们团队的运营资金，里面有100万，如果钱不够你再找我要。夏柔拿着银行卡的手抖了抖，100万。虽然知道这100万对于我来说只是毛毛雨，但是夏柔的家庭也只是小康，她才19岁刚上大学，忽然掌握这样的一笔巨款不免有些忐忑。要不你还是收回去吧，我需要花钱的时候再向你要。没事，你拿着吧，平时的食宿也能从里报销。夏柔到底还是太善良，单纯学生妹的本质暴露无遗。我手头的流动资金有着足足几千万，这还没有算上宋父宋母给我的一些不动产，100万不过是毛毛雨。我做快抖短视频只是想要获得更高的知名度，并不是想要赚钱盈利，所以你在运营方面不要省钱，只要钱花在了刀刃上，不够随时找我要。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夏柔也没有矫情，她嬉笑着行了一个标准军脸，收到，你的小员工夏柔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安排好之后我就告别他们回家，却没有注意到远处一家茶艺馆里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我离开。安以诺蹙着眉头，那双踩着奢华定制白色平板鞋的白丝小脚正藏在桌布底下弯曲成一个可爱的弧度。奇怪，宋墨以前明明都不喜欢和女生一起活动，但是他今天怎么和2个女生一起吃饭？难道他想谈恋爱了？安以诺最近对我很上心，上课的时候都会选择坐到我旁边，无奈我总是和夏柔坐在一起，让他丧失机会。他安以诺也是要面子的，总不能舔着一张热脸上赶着贴别人的冷屁股吧，但还是忍不住关注着我，每天都想要听见我的心声，哪怕是骂他的也好。可是每次这家伙的心声竟然全是数学公式。回到家，我像往常一样无视宋婉柔的存在，继续练琴到12点。夏柔说已经将视频发到快抖上面去了，我心里面盘算着，应该几天的时间就能够看见成果吧。宋婉柔依旧像个小偷一样偷偷看着我弹钢琴，听到我心声感到疑惑，小莫今天和女孩子约会了吗？夏柔这个名字在他的心声里面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是小莫喜欢的人吗？宋婉柔心中莫名有些失落，弟弟长大了呀，就算现在没有喜欢的女孩子，以后也总是会谈恋爱的，真不知道哪个女孩子会这么幸运。想到这，宋婉柔真的有些破防了，我好像真的将她当成空气了一样，在心里面甚至连骂她都懒得骂了，心声中一整天都没有出现过她的名字。再这样下去，是不是就真的和弟弟变成陌生人了？宋婉柔觉得不能再让事情这样被动下去了，一定要主动，就算是被小莫讨厌也好过被他忘记。犹豫了一下，宋婉柔咬着唇往楼上的房间摸去，我刚刚躺到床上就听见敲门的声音，谁？是我。宋婉柔忐忑的声音响起，我皱起眉头冷淡道，我要睡觉了。房间外面沉默了一阵子，然后啪嗒一声门开了，漆黑中一道有些胆怯的身影走进门。宋婉柔摸黑来到我床边，双手试探性的去摸床上的我一巴掌将她的手打开，你乱摸什么？宋婉柔，大晚上的不睡觉，你有病是不是？
宋婉柔泪光闪烁，梨花带雨。小莫，姐姐做错了什么事情？你可以打姐姐骂姐姐，随便你怎么惩罚姐姐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不理姐姐好不好？宋婉柔哽咽着哭诉道，你这样对我已经连续3天睡不好觉了，姐姐好难过。泪水大滴大滴的打在她的手背上，我神情始终冰冷。如果只是掉几滴眼泪就能得到原谅，那还要法律做什么？如果只是因为宋婉柔哭我就原谅她，怎么对得起前世的自己？前世的那些女人，我最痛恨的只有2个人，一个是冷晚秋，一个就是宋婉柔，因为她们都曾经是我身边亲近的人，但是却无一例外的抛弃了我。她们没有真正害我，但是却践踏了我的内心，想要我原谅你。宋婉柔，除非你也尝尝我前世的痛苦。听见我的心声，宋婉柔悲痛欲绝，眼泪无论如何都止不住了。难道真的无法挽回弟弟了吗？她不顾一切地抱住我，声音嘶哑哽咽，求求你小莫，你打姐姐好不好？骂姐姐好不好？宋婉柔突然抓住我的手扇她耳光，用力之大，面颊立刻通红一片。我皱眉抽出手来怒喝道，宋婉柔，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你没必要装成好姐姐的样子，你没犯错，是我宋莫恶心你好了吧？宋婉柔死死地抱着我，不要，小莫，你给姐姐一个机会好不好？有没有可能是你误会姐姐了？姐姐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宋婉柔这句话有点触动了我，这辈子宋婉柔确实没有错，因为时间点还没到她犯错的时候。看着对方梨花带雨的样子，我心神有一瞬间动摇，但很快冷酷道，我叫你放手，你虽然没做，但我却经历过，感受到我心声之中的那一丝动摇。宋婉柔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浑身涌现出来无限的力量，怎么可能听话真的放手？她一边哭一边说我小时候的事情。小莫，你还记得小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刚被爸妈收养，心里面又是高兴又是忐忑。爸妈跟我说我有一个弟弟，我是姐姐，要保护好弟弟，我一直都记在心里面。从小我都一直关注着你的，只是你从来没被欺负过，姐姐没机会保护你，总感觉自己没用，弟弟好像根本不需要姐姐的保护，我很惭愧，总觉得自己其实是滥竽充数的家伙，面对你的时候总是很心虚。我面无表情，始终无动于衷。宋婉柔的眼泪滴落在我的睡衣上，姐姐好难过，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胡话了。但是小莫，你真的要姐姐去洗才安心吗？好啊，那你就去洗吧。我面上终于露出微笑，眼神直视着宋婉柔，似乎要看破她的内心。你洗给我看，我就还当你是我的姐姐。宋婉柔浑身冰凉，手脚好像冻僵了一样，心口寒到发疼。但在看见我眼神的那一丝讥诮和冷嘲之后，她几乎要丧失理智。宋婉柔不顾一切地吻向我，热烈激情的吻并不夹杂性的情感，像是在和自己最珍爱的事物告别。她怕自己反悔，一鼓作气抓起床头柜上的水果刀，便对着手腕划了下去。